Hello，大家好，这里是莫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隔膜线的孤影，因为这次东西比较多，所以说视频可能会比较长，大家可以根据进度条选择观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盒子正面、盒子背面、盒子左面、盒子右面、盒子下面、盒子上面。接下来我们拆开盒子，里面依旧是大盒套小盒的样子。这次内容物一共分为两盒，同样背面也是依旧有板件分布，同时背景板这次也没有落下，附赠了一个新的背景板，背面是孤影的线稿图。那我们先看孤影的本体，打开之后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个机甲设定图以及披风，接下来就是所有的板件、附属的电池、水贴，背后有蚀刻片、贴纸、售后清单。以及咱们孤影的说明书，说明书依旧是油纸打印的，同时还附赠了一个小的盾牌安装铁丝的说明。说明书一共24页，工作量的话并不是很大。接着到咱们的另一个箱子，打开之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蓝色的特效件这些板件以及巨大的地台。说明书水贴同样也是附赠了的。说明书这次依旧是采用的折页式的，同时还附带了特效件安装的说明。说明书这次折页式一共是6页，正反面都有，不像塔斯提尔那样分成2本了。以上就是孤影主体的所有内容物，板件一共23块，加上2板替换板件，一共是25块板件。地台和武器配件板件一共是12块，加上一个大地台和蛇形管。同时，说明书跟水贴都没有落下的。那么板件方面，软胶这次采用的是黑色的，跟塔斯提尔不太一样。在板件锐度以及细节方面都是十分不错的，飞边、缩胶基本没有。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次板件大多都是橙金色，没有像塔斯提尔一样有附属外甲预涂装的板件，只有个别板件上面会有一些预涂银色的涂装。在一些大块的板件上面也是会有一些水纹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透明件效果十分不错，紫光灯照上去的效果也是十分不错，非常的亮。但是红色的透明件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同时，特点附带的特效件这次效果也是跟前面的透明件一模一样，紫光灯也不错，并且造型、通透度都很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拼装，孤影的本体就是这样子了。那咱们先来说拼装的体验，整体的组合度都是十分不错的，但还是跟塔斯提尔一样，手臂、大腿以及脚这边的关节都是十分紧的，需要上油，不然很容易断装。同时，它的塑料也会偏软一些，所以说如果长时间保持一个大张力的姿势的话，可能会发软。我的塔斯提尔目前摆的 pose 已经有点发软了。至于紧实度的问题，那这边也不太好说，我这边直接给大家放一段原因，大家自己体会一下这个紧不紧，具体要不要上油，大家自己体会。那么整体造型设计是偏向一个地狱的魔鬼样子，其实就像是一个人装上了全身的一体，因为它的背景设定就是一个科学家剥夺了血肉，然后变成了一体的样子，也是一个复仇者，结合了忍者的特性，这点其实还是十分不错的。那么这款孤影的高度的话，高度大约在21厘米左右。这边我们也可以拿出塔斯提尔来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看上去塔斯提尔跟它好像是差不多高，但是实际上你看这个肩膀，其实可以发现塔斯提尔其实是比孤影高的。整体的颜色分为透明的蓝色，以及橙银色的蓝色、白色以及黑色。黑色的话用了不同层次的颜色，而软胶大部分都应用在了腿部、手臂2处，以及咱们腿部后方的模拟肌肉拉伸的这个软胶部分。而关于头顶上这一对角的话，也是采用了长短不同的样子，并且这个颜色也是有不同的样子的，有红色的、蓝色的，以及咱们白色的，可以大家自由选择。同时，身上蓝色的装甲也是可以改成黑色的颜色。在胸口也是有蚀刻片的细节的，
这次的时刻片也是附属了5张，分别对应了他的其他队员。可动方面，头部依旧可以360度旋转，左右侧摆以及抬头幅度都特别好，抬头基本能直接平抬了。这次低头幅度也很不错，同时它有一个小联动，这边蓝色的零件你低头的时候它会缩进去，这点十分不错。嘴巴也是可以张开的，同样头部也是有发光机构的，扣一下上面的开关，眼睛就会亮起来。亮灯之后是不是帅气多了呢？胸口的这个骨头部分都是可以活动的，因为它背后是一个插入式的连接方式。肩胛因为是球冠，所以说也是可以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手臂平抬可以达到90度，同时手臂旋转360度毫无问题。小臂这边的旋转分为了2段，下面360度，上面360度都可以。同时手臂屈肘的幅度依旧十分理想，可以摸到自己的肩膀。同时这里手腕有个下拉机构，下拉之后软胶会进行一个拉伸，模拟肌肉拉伸的效果，十分不错。手腕正常旋转360度毫无问题。弯腰幅度依旧十分不错，还是分为2段式，一段腰部，一段上面。这次的下腰依旧跟塔斯蒂尔一样，十分不错，90度。下腰时裙甲依旧会避让，我们下腰的时候裙甲就会避让，但是需要手动复位。下腰之后裙甲会往下一点点，然后抬上来的时候需要将裙甲手动复位。这里其实胸前也是有液压杆的细节的，向后弯腰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液压杆。向后弯腰幅度大概是这样子。同时我们向后弯腰的时候，这个脊椎也会有一个扭曲的效果。侧腰幅度也是十分不错，裙甲会避让，同时这个液压杆也会有一定的联动。整个腰部也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就是比较紧，需要小心。裙甲部分因为裙甲可以避让，所以说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左右也是一样的，因为避让的原因，所以说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腿部这次前踢十分不错，远远超过90度，而后踢也是可以远远超过90度的。这个效果十分惊人，但是会有很大的穿帮。大腿平抬依旧是可以达到90度的，完全没有问题。这次腿部平转也是十分不错，可以大概达到90度。而这次腿部也有一个向外拉出的机构，可以直接将整个腿拉出来，增加大幅度的踢腿以及大张力的 pose 都可以摆出来了。而这次腿部弯曲幅度依旧可以，并且带有肌肉拉伸的联动效果。其实这次的联动并没有塔斯提尔那么惊艳，但是肌肉拉伸的效果十分不错。脚部分上面的这个黑色零件是可以活动的，脚后跟这个零件也是可以掰下来，可以让它保持自主站立，十分不错。脚尖也是有单独的活动的，整个脚向上的幅度十分不错，向下幅度也还可以。同时它的侧摆这次幅度依旧很好，接地性十分强，直接可以折过来。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脚尖并没有向上的幅度，只有向下的幅度。向下的幅度十分可观，可以直接接近90度。整个脚也是可以360度旋转的，但是这个装位很紧，建议是上一点油，不然的话可能会断装。手型方面，这次依旧是4对：握拳手、开掌手以及握剑手，还有持枪手。当然，这次还附赠了一个结印的手型，只有1只。这次还附带了他其他4个小队队员的头部替换件。我们可以将孤影上面的头盖骨取下来，然后再将小队队员的安装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小队04。当然，小队成员的装甲是黑色的，可以替换成黑色板件。队员03、队员02、队员01。当然，队员的头盖骨也是可以存放的，这边也有一个零件，可以将头盖骨存放在上面展示。武器咱们先说主体孤影的，孤影有2个盾牌，盾牌的板件是给了蓝色跟白色，可以按照喜好安装，或者像我这样子蓝白都安装。它们2个的款式也是不太一样的，其中一个是钩索是在盾牌上面的，还有一个则是可以安装铁丝，模拟钩索飞出去的样子。这边也是附赠了铁丝，铁丝只要插进这个孔洞安装上去，插紧，然后摆出一些造型就可以了，就可以模拟钩索飞出去的样子。那么盾牌的安装方式也很简单，将后面的这个零件折出来，然后换上持剑手，
安装在后面卡上就可以了。也可以自己凹一些造型，盾牌是比较小的。武器还有匕首，匕首是可以卡在手型上面的，我们只需要安装握剑手型，然后将它安装上去就可以了，对准插上去就行了。同时，脚部也有一个连接键，匕首也可以插在脚上。匕首一共附属了2把，同时也有带连接键，可以将它安装在一起，然后安装在身上的孔洞上，腿部、肩膀、背后都是可以安装的，可以将它插在背后，也可以将它插在腿部，将这个零件取下来安装上去就可以了。手臂也是可以的，只要有孔洞的地方都行。接下来是最后一把孤影的武器，它是由多个刀片组成的，有分大跟小。上面是有一个连接键的，这个连接键是可以360度旋转调换位置的。我们可以将2个一样大的刀片旋转一下位置，对准接口，将它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双刃刀。同理，小的也是可以的，调转一下位置，也是可以将它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你也可以大的安装小的合在一起，这个就可以纯靠自己的想象力来按照你的喜好来搭配这个武器。先前的盾牌也是可以插在这个刀上的，可以将它组合起来，然后再安装在手上。需要注意，盾牌只能插入有2个孔洞的，所以说大小盒的是装不上去的，只能相同的刀装上去的才能插在盾牌上。同时还有一个圆形的连接键，可以将这些刀组合在一起。连接键上面的接口也是可以调整位置的，随你自己的想法。连接键也是可以将它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圆。然后我们将大小组成的刀安装上去，总共可以安装4个。安装完之后就变成渲染图上面的大飞镖了。飞镖也是可以安装在盾牌上面的，盾牌背后有一个接口，可以安装在这个连接键上面，对准插好，然后安装在手上就行了。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一个连接键卡在飞镖上，然后这个连接键就可以插在孤影的背后，可以将其插上去。同样，这个连接键手臂、腿部只要是有孔洞的地方都是可以插进去的。当然，你也可以将其拆开，组成一把全新的刀，这个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而单个的刀也可以通过一个小连接键将其安装在连接键上面。我们可以先将脚取下，然后将这个连接键就可以安装在这个脚的上面。安装完连接键之后，再将脚装回去。这时候我们将刀插在这个连接键上面，就可以将武器搭载在脚上了。接下来轮到队员的武器，首先是01的武器50刀。50刀有刀鞘，刀身为白色，可以拔插，上面也有一个接口，可以安装在孤影的背后，将其对准卡上去就可以了。02的链刃，它是一个镰刀的形状，底下是有一个锁链。03的飞镖，飞镖一共4个，十分锐利，当心手不要扎到。同时，我们可以用开掌手型把这个飞镖卡在这个手型上面，一个一个慢慢的卡上去。卡上去之后的效果还是十分不错的。最后则是04的爪子，这个爪子有点像地虎铠甲的武器，连接方式其实跟那个腿部装刀的那个零件差不多，将手取下来，然后将这个卡进去，然后我们再将手安装回去就可以了。当然，很多人也肯定在想，塔斯提尔的头能不能安装在孤影的头上？我们这边可以试一下。我们将孤影头拔出来，可以发现跟塔斯提尔的对比，2个头的组件是不一样的。孤影是安装不上去的，孤影头部是有一个球冠，而塔斯提尔是没有球冠的，两者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说他们2个头是没法互换。不过虽然头没法互换，但是它的武器是可以互换的。就比如说塔斯提尔的这把剑，我们也是可以将它安装在孤影的手臂上的。安装之后插上去，调整一下位置，照样也是可以使用的。而塔斯提尔的其他武器也是可以的，包括比如这把手枪，我们将弹匣取下，然后将它安装在握枪的手型上面，对准卡好。我们也是可以将手型安装上去，也是可以完成替换的。
当然，开火的特效键也是可以完美的安装的，就连塔斯提尔那个比较帅气的挥砍的那个特效键也是可以安装上去的，这点都是通用的。孤影的武器也可以给塔斯提尔用，包括像这个手枪收纳也是可以将其卡在这个孤影的背后，将其卡上去也是可以完美收纳的。同理，像那个01的50刀背后的收纳也是可以卡在这个塔斯提尔身上的，我们将其对准卡紧，也是可以卡在上面去的。而孤影的武器也是可以卡在这个狗身上的，狗的脚也是可以安装孤影的刀。接下来来到孤影的武器架部分，武器架部分也有很多孔洞，分为正反面，由2个板组成，可以安装各种的武器配件，整体的样子还是十分不错的。武器架上面武器的连接方式其实跟塔斯提尔的那个也是一样的，通过一个额外的连接键将武器安装在连接键上，然后再由连接键安装在这个武器架上。盾牌也是同理的，盾牌也是通过连接键安装上去的。支架的蛇形管也可以收纳在这个武器架上，蛇形管也是可以调整角度的。同时这边也有一个支架的功能，可以让孤影安装在上面。那么孤影的地台方面，这是跟塔斯提尔基本一样，可以看到也是有一个武器架，然后再加上底下的一个收纳地台。这边也可以拿出塔斯提尔的地台来对比一下，右边是塔斯提尔，左边是孤影，基本都是一样的。如果需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塔斯提尔的测评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讲这个地台的。本次披风也是带有铁丝的，这次的披风不是特点，是主体包含在内的。那么穿上披风的效果就是大概这样子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来到咱们的特点部分，这次的特点是一堆蓝色的特效键，有安装在身上的骨头的替换键，以及安装在武器身上的武器的特效键，以及安插在身上的可以插在身上的各种孔洞上面的雷电特效键。那么安装上去之后，整体样子就是这样子了。这也被称为是孤影的爆发模式，绝命状态。这里眼睛也是有亮光的，效果也还是十分不错的。但是这个光不是很明显，需要有暗的环境才可以。特效键也是可以用紫光灯照射，会变得很亮。武器上也有安装特效键，这个特效键也是会有一个挥动的电流的效果。而咱们的大飞镖也是可以安装上特效键的，整个效果就十分帅气了。将飞镖安上去之后，效果就是这样子了。大家觉得这个样子帅不帅呢？那么最后来到了总结部分，这次的孤影，说实话给我带来的惊喜还是很大的。它的特效键以及它的肌肉模拟的拉伸效果，以及它的拼装整体感都是十分不错的。说实话，它给我的惊喜比塔斯提尔还要大。虽然没有塔斯提尔的那个狗，但是它也是给你了很多队员的配件以及各种的武器，搭配上这些特效的玩法还是很好的。唯一美中不足的还是它的四肢关节比较紧，可能会有断装的风险。这点跟塔斯提尔是一样的。套装188，单主体99，说实话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如果喜欢这款一体的造型，并且对它的忍者设定十分喜欢的话，那么这款是完全可以入的。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夜光灯的效果以及一些动作的样子。